好，今天要来讲这个 Code First。那上一篇我们讲的是这个 Database First。那 Database First 就是我现在资料库这边建好相关的资料表，然后利用工具下一个指令之后，它把资料库对应的资料表建立成相关的这个物件模型就是一些类别档建立回来。那 Code First 的是什么呢？ Code First 的就变成说，今天用 database 工具产生的相关的模型物件变成我们自己要写但是你就不用在 SQL Server 这边去建立资料表，而是用一个工具之后，工具就会依据你写的这一个资料库模型，把它反写回在这边资料库建立相关的这个资料表，就变反过来了。一个是从你先在资料库这边建好，写到 VS 这边，一个是你在 VS 这边建好，然后反写回资料库，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比起这个database， 那 Code First 我们要在 VS 这边做的作业就比较多了，因为变成那些模型变成是我们自己要写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来这些动作是我在 SQL Server 这边建好的，变成说因为这边都没建了嘛，变成在这边建建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好，那虽然 Code First 一切都是在 VS 这边打好这个相关程式嘛，尽量不要碰到资料库，但是首先我们在一开头还是需要在资料库这边建好两个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资料库这个东西，那我这边已经在这边建好了一个 KCG 的资料库。那第二个要建的东西就是你的登录账号那我这边也建了一个 KCG 的登录账号。那这个账号当然是要有权限登录这个资料库你还是得先建好这两个东西，因为我等一下要从这里把它回写建立这个相关的资料表到这里。那你总要有个位置让它建吧，那总要有个登录的账号让它去登吧所以这两个动作没办法，一定要先弄好。那弄好了之后，我们应该基本上就不太会需要再开这个 SQL Server 了，一切的动作我们之后都会在 VS 这边完成。那这就是 Code First。那首先的话，我已经先建好了嘛，那你们自己在家的话，也是要先在你自己的资料库环境建好这两个东西。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回到 VS 这边去安装相关的套件。那第一个要安装的是这个 SQL Server。那上一篇没有特别提到的是，这个 SQL Server 是因为我今天连的是这边就是用 SQL Server 嘛，所以我是安装这一个 SQL Server。那如果你可能是用MySQL 或者是好像蛮多人用芒果的，那你可能就要去安装芒果或者是MySQL的这个套件，就不是安装 SQL Server。所以要连MySQL或者是芒果的人可能要自己去找一下要下载哪个套件来做使用。好，那接着的话，这个就一样了大家都要安装这个 Tools 的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就是帮你回写资料库的工具，不管是 Database First 或者是 Code First 的，都一样是用这个工具去做写回来写回去的这个动作。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安装完了。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在 VS 这边建立我想要的这个资料表的名称跟栏位。那首先的话，我们通常会建立在 Models 下面。那这边的话，我想要资料库里面想要有个 TOP Menu 的这个资料表。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在这下面建立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是一个类别，然后类别名称我们就写 TOP Menu。那这个名称就是我们未来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的这个名称，会是跟你这个类别同名的这个名称。那接着的话我这边已经写好了这一个程式码，所以我直接贴了。好，那这边的话程式码里面其实也很简单，我今天这个资料表里面想要有哪些栏位我就写这些栏位。那比如说我今天会有一个主 key 嘛，然后名称要叫这个，我就写这个，然后它的类型是 GUID 我就写 GUID， 就跟你在 C# 宣告的方式一样你想要什么栏位什么类型，你就把它宣告下来。所以未来我们在资料库这边会产生一个名字叫做 TOP Menu 的资料表。那这个资料表里面就有4个栏位，那分别就是这4个，然后它的类型就是自创跟这个GUID 的这个类型。好，
那这个资料表我们已经写完了，我们就存个档。那接着我们还要来写什么呢？接着我们要来写一个资料库的一个物件档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名字我们就取的跟比如说你资料库叫做 KCG， 那就是 KCG， 然后后面加一个 context， 你名字就这样命名，然后我们就新增上去。好，那一开始的话，你这个东西要来继承一个这个就是资料库物件的一个东西我要继承它。那接着的话，我们先写个建构子。好，那接着的话，我就要告诉他，我今天资料库里面要有哪些资料表所以这边的话，哪些资料表就是写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既定格式就是我要宣告一个 DB set， 然后是这个 TOP 就是你要的资料表名称，然后你的名称，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固定的写法。好，那这样子我就写完了，就是说我今天会有一个 KCG 的资料库，然后这个资料库里面有一个 TOB menu 的这一个资料表那这个资料表的栏位是什么呢？就当然就是参考到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一个 TOB menu 的这个类别档。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下一个指令了什么指令呢？有这个指令。那这时候我们要开启这个套件管理主控台。那如果没有在下面的人，你可以在检视其他工具，然后这边可以找到。那我们这边就下了这个指令。那下这个指令就会发现有错误。那这个错误是在讲什么？基本上很明显我们少一个东西。你这样下，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要写去哪里？因为我根本没有告诉他目的地呀所以我们就是少了一个目的地，也就是连线字串的这个东西。那在 database 的 first 也是会需要下连线字串我才知道要从哪里去把我要的资料表资料库的栏位抓下来建立嘛。所以连线字串我们当然是要加，那我们就加在 KCG 的这一个档案上面。那这样的一个加法是我们这一门课不会用到的一个写法，我们是不写在这里，然后这个直接明码写在程式也不好所以这个暂时先这样写那下一节课我们会教另外一个方式那这一节课我们就先这样写，因为位置不一样这个下一节课要顺便跟 database first 一起教所以我避免先教所以我今天先用这样的一个写法。那这边的连线字串我们就要来讲我们伺服器位置是什么。那我在本机这边我就是架好了一个 SQL Server 嘛，所以我是连本机。然后我的资料库名称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先准备好的一个资料库让它回写就叫 KCG。那这边的话就是一样这样写。那接着的话我们的 ID 是什么KCG， 那我的密码就是1234556。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告诉他了我们再下这个指令。那这时候指令就 OK 了。那指令下完之后会产生一个档案它会建立一个资料夹，里面有这个档案。那这个档案就是做一个你的历程记录。什么历程记录呢？这个就是一开始初始的历程记录，我建立了一个 top menu 的这个资料表。那相关的这边就是它相关的栏位名称跟它的资料类型。那在这个步骤，它只是先在你 VS 这边先建立好准备要更新的东西。那这边的时候我们重新整理发现这边是它还没有回写回去那什么时候才会回写到这个资料库这边呢？我们就要再执行一个指令贴上之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写进去了，依照刚刚建立的这个初始化的档案建立相关的资料表建回这里。所以我们重新整理就会发现多了2个资料表。那这个资料表我们就不管它，它是一个你的更新过程的记录。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建的这个。那我们可以按设计来看一下里面就有我们在当初我们在这边宣告的这4个栏位，然后资料类型也没有错就是我们当初的string嘛在资料库这边就是 n8char 那这边就是这个 GUID 的资料类型就是这个类型。好，那但是这样子我们好像哪里有点怪，就是我们可能不想要mix， 我们可能长度不想要那么长，或者是我这边主 key 的话，我想要让它自动产生流水号，所以我想要在这边下一些函式
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就回到这边来，我们要多写一些东西，多写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我们要多写一个这个东西，告诉他我们今天产生的这个资料表有什么特性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栏位我就要有一个预设的函数叫做 new id， 那 new id 是在 SQL Server 这边自动产生一个随机的 GUID 的一个函数。那接着这3个栏位我都告诉他，我最长的长度是50。那接着的话，我们再去做刚刚的动作，它就会把这一些你想要的东西更新回去。那这时候会说，那我这里有好多栏位那我这里到底要写什么呢？那这个可能你就要自己去 Google 了，因为这里的写法也是很多。那我这边就不太会去教这边，因为我这边是在教 MVC 的。那这边的话，相信 Google 都可以找到答案。我这边就是开个头，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要指定资料类型的话，就要在这边去做一个加工，告诉他这边才会变，不然否则它就会是一个预设的。那这边预设就是 max。string 的话，预设就是最长的字串长度。那如果我想要它50的话，我就要在这边告诉他，那这些格式变成就是看你是要背还是把它抄在某个地方，像我这样子直接贴上来然后去修改里面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告诉他，告诉完之后，我们首先不是先下这个指令我们要先下一个指令，这个新的指令。说，我们的资料表有做了一个更新要先建立一个更新的记录。那这个东西是自己设定的名称，比如说我今天更新的是 TOP 的这一个资料表的一个栏位更新，那我可能就取一个说资料表栏位更新，那我这边就简单写说这个资料表做了一个 update， 然后我们这边就 enter 下去。好，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记录档。这个记录就记录了你这一版跟上一版哪里不一样。那这边可以看到，就说上一版是一个 max， 那这一版就变成了50就有做一些这个历程的记录。那这边的话就是多了一个函数我的主 key 的部分多了一个预设的函数。那做完了这个记录之后，我再下刚刚这个记录都还没正式写回这里只有下这个指令才正式写回。那我下了这个指令就会依照我的历程记录去做我这边资料库的更新，所以这个历程记录一定要先下好它产生出来了之后，你再下这个指令才会正式的更新到这个资料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还没变。那我刚刚也是弄好久发现它一直都没变这边变了，重新整理之后它才变。好，那有没有看到这里已经有预设的函数了那这边的话也都变成50。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修改，然后更新资料库的动作，就是我这边改完之后，或者是你未来要新增资料表，也是你新增之后，新增资料表就是要多一个这个，然后多完之后你要先下这个这边 add 多一个记录，然后记录名称就自己取。比如说我今天要新增个 ABC 的资料表，我可能就说新增，然后这个记录叫 ABC。那这边以后你再看这个档名就知道我今天这个记录的时间点我是新增了一个 ABC。然后下完这个记录之后，我再去做 update 更新，那相关的资料表就会回建到你的资料库环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那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更新了到资料库这边也看到确实的更新了。那以上的就是我们 CoForst 的一个算是基本操作。那看起来其实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变成说我要写好多code然后要去做一些更新，不如我这边改一改界面，这样拉一拉比较快那当然就是看你自己的习惯那就是变成说，本来我在这里用界面做的工作，变成我要在这边敲code，我告诉他我的资料表要是什么名字然后资料类型要什么形态然后长度要多少，就都变成敲code的，那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那这样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 CoForst 的方式的这种模式呢？那其实这样的好处大概的用意就是我今天可以不用学SQL Server， 我只要学好我的 C# 那我也不用未来我在更新资料库的时候，我也不用再把这个 SQL Server 打开更新，我直接在
PS 这边完成所有的作业，我不用动那么多环境，因为开来开去很麻烦我就开一个地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作业，那就是事情就简单化，而且我只要学一个东西，我不用再学这个 SQL Server 那其实我们做网页的应该大致上都还是会学到，但是微软其实在各方面都一直有想要把一些事情做单一化，比如说像 Link 你只要学 Link 就可以去做很多，比如说资料库的捞取或者是一些资料处理都可以用 Link 去做，就是把一些很多的复杂的工作，你本来可能要学好多技能变成你只要学一个技能就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那这是微软各个地方都有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好不好用当然就见仁见智因为你可能觉得变成我要记这些 code， 我本来在界面操作很简单，那我写这个 Codeforce 我变成我要记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操作，我还去 Google 可能有点麻烦，然后我要建一些资料表我都要自己写，好麻烦可能你就会觉得很麻烦。那好不好用就是看你之后的习惯了。那最后再顺带一提，可能有些人会跟我一样，跟我刚接触 Codeforce 的时候有个疑问，这样子不是说你要从这边发动这个工具然后改写回你的资料库吗？那这个在开发环境当然可以这样做那难道我在正式环境的时候我要用我的这个 VS Code 然后去连我正式环境的资料库，然后去这样子用工具的一个方式去改写我正式环境的资料库吗？难道要这样用吗？这样好像怪怪的，好像也不太行，有可能有人有 DBA 或者有人不让你直接连线到正式环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用 Codeforce 的去弄呢？那当然不是其实你用跟你原先的做法，你原先怎么去更新你正式环境的资料库，你用 Codeforce 一样用你原先的方式去更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算用 Database First 你也是你在这边你在这个 SQL Server 这个界面把你的资料库都建立好之后，你未来可能你到正式环境之后，你可能是用什么汇出SQL 指令然后把这个 SQL 指令带到正式环境伺服器上面去做一个 update， 或者是你用精灵汇出档案然后去正式环境还原资料库，或者是你带着你的 SQL 指令给可能有 DBA 叫请 DBA 帮你更新。那 Codeforce 的也是一样就是你今天你在开发环境利用 Codeforce 的方式把你开发环境的这个资料库给建立好之后变成说你这里有个符合你程式的资料库，那你在资料库这边当然就是一样，你原先怎么去汇出 SQL 的，原先怎么去汇出东西去正式环境的，你就一样这样做并没有说你要带着这个 VS Code 直接连线，然后用工具去更新你的正式环境不用因为基本上就是你的资料库结构一样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更新，只要结构一样，程式就乱了起来，并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套工具去更新程式才乱得起来，不用你只要资料库一样结构都一样就可以，程式就可以跑得起来了反正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想办法把你开发环境的 Codeforce 把你建好的这一些资料表内容，看你要怎么移到正式环境上就怎么移，你原生怎么移你现在就怎么移那这个是可能会碰到的一个疑问。好，那今天的这个是 Codeforce 的一个算是基本的操作的一个讲解，那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收看。